如果你每一天你的生活就是为了公司去做表，我认为这个是一种浪费时间、浪费生命。要个孩子的话，你可能100万就躺不平了，完全躺不平了。一个人的话可能是够了。对对对，大家在做生育这件事情，你甚至没有多做考虑，你会觉得好像我这个年纪我就应该生了。如果你自己都不是一个非常称职的父亲母亲，你把他带到这个世界上去重复我们的生活，重复的我们的命运，我觉得这个对孩子来说是一个非常不负责任的事情。那么上次的视频呢，你说你是一个不婚不育的，那么很多这个网友啊就对你这个好像有点看法，说你不能这样子，对吧？对对对。那么你对这个怎么看呢？其实不婚不育是我的一个后路，我是希望如果能找到，在我年纪还行的这个阶段，我是希望能够成家正常生子的。但是如果说就是实在找不到，我不太可能会去做出去父留子或者是未婚先孕的事情。对我来说，就是在我的观念里，我是完全不会去做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你生一个孩子是要对他负责。因为我们的父辈也好，或者说哪怕是我们的同辈，大家在做生育这件事情，你甚至没有多做考虑，你会觉得好像时机到了我就应该生了，或者我这个年纪我就应该生了，你完全没有想过说这个孩子他自己愿不愿意来到这个世界，你又能够对他负责与否。就很多人可能走到了这种传统思想里面，对，走不出来了。对，他就觉得好像这是一个人生之必经过程。但我是觉得你只有能够自己把自己的人生过明白了，你才能会为你的下一代或者为别人去负责。所以如果我一直是单身的话，我是绝对100%不会要孩子，但是我结婚我是一定会要孩子，我是这样的一种想法。对，不会像有些人说的，哪怕不结婚，我找一个什么样的弄个很好的基因，对吧？或者我试管或者怎么样的，这件事情在我这边是不会发生，因为我觉得我一个人去负担一个孩子一生的花销是一个比较沉重的事情，对我来说，我也不太想让我60岁的老母亲再帮我去养孩子，这都太苦了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像我刚才说的，我攒个100万，我完全可以过一种非常悠闲的生活。对，因为你上次视频也说了嘛，你是打算攒够100万，然后在35岁前面退休过躺平生活的。对，如果你单独要个孩子的话，你可能100万就躺不平了，完全躺不平了。一个人的话可能是够了。对对对。那么说到这个问题呢，有些网友也说了，你就算是一个人100万你也躺不平啊，这不够用的呀，根本。网友可能会觉得说我是直接攒了100万直接躺掉啊，他们是这样的一个想法。其实我上次在我的观点中重复了4个字，大家可能都忽略了，叫自由职业。我讲的100万的话是我不去打卡上班，但是我只工作不上班，我是这样的一个观点。那么100万对我来说是一个备用金，就是我把它攒够了放到银行里，我不动它。那么这个钱只有在救命的时候，或者说真的人生遭遇到重大变故，或者是你已经没有任何挣钱的能力的那一天，才会拿出来，你才会拿它。那么你这个只工作不上班，这个我们很好奇，到底是什么样的工作呢？对我来说的话，我偏向是做一些线上的工作，比如说第一个，我在网上可以讲日语、英语这2门课，网上教课，这个其实就已经够我生活了。普通人都可以做吗？你必须要有教资嘛，对，而且你要对这2个东西，你不能说是滚瓜烂熟，但是你基本上要对这2门语言非常的熟悉了，你才能去当老师嘛，对不对？对我来说这2件事情目前没有门槛了。我想问一下，就线上教学的话，一个月大概收入多少呢？你看你想不想干了？如果你想从早到晚的这种排满课，那你不又很卷吗？对，我打算的就是一个月赚个几千块就行。那我一天可能就上1节，或者我周6、周天上2天就完事儿了嘛。我周1到周5休息，对吧？这完全其实就已经可以了。然后，但是我也有其他的后手，譬如说你的钱其实放到银行里边，它也是会涨利息的，对吧？当然，我们说利息当然是越来越低了，又通货膨胀了，大家都知道这个。但是有毛不手掌，它也是一点点收入啊。然后再一个的话，就是蛮好的一点是我给自己会去做一些其他的一些小的创业项目，因为像我现在也在尝试做自媒体，尽管没有秋裤老师做的这么好，但是我自己想的是，就是能够用我的自媒体里边去卖一些我的观点出来，比如说我可能写一些东西，写一些文章，因为我的粉丝会比较喜欢我，我相信这些东西会有一定的销路啊。实际上你也不是那种完全躺平的啦。对，但是你做你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你整个人是很有精力的，这是精神的躺平。对，我简单举一个例子，如果你每一天你的生活就是为了公司去做表，我认为这个是一种浪费时间、浪费生命。所以我觉得我偏向是做一些我自己着手的事情，我可以去决定我上班的时间、当牛马的时间、变成人的时间。我觉得这是生活而不是生存。所以对我来说，我比较希望是过这样的一种生活，叫自由职业，而不是说大家讲的这种我彻底摆烂就花那100万，这样的一种想法。这就对了啊。